去修一个困扰了客户1年多的一个故障。空压机电流过载，还有时间？对，是昨天5月8号，1、2、3、4，就是昨天。这个空压机不定时的自己停机，然后报的故障是电流过载。电流过载，我是理解为电流大，然后空压机自己保护就停了。下面有些故障数据看一下，电压出了2个490，一个290，显示故障频率也不正常。后面再看故障电流，也是有大有小。没有规律啊，没有规律可匀。现在一切都很正常。他们说不正常的时候一天能停10几次，停一会儿还能启动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估计之后夏天更严重，夏天天热更严重。对，而且呢，晚上没事。晚上没事。因为我们有晚班嘛，晚班是5点半到第二天凌晨4点，这段时间是没问题的，一个晚上就没问题。我晚上看着电瓶，太热，电瓶不报警，电瓶没报警，没报警。应该是电瓶停了，给他一个信号，说是过流了。他自己他不会。对，应该是电瓶。还是电瓶的问题，还是电瓶散热不好。散热以后散热不好。这个很热，这个。变频器这个出风口、散热口往上吹风，但是风量很小，很热。变频热是正常的，它这个风是往上抽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变频器散热不好，变频器保护了。因为在天热的时候，这个温度会更高。它里面也有灰，也得清。比如它本身出现问题，然后他给信号给他，告诉他我出问题了，不是他有问题。他检测不到，他没有检测，只有他能检测。我原来给这个他打电话，他们这个设备，别人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，但是他们是测的电流，电表中的电流过低，他给这个电局打电话，把电流调高一点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。不，你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多热呀。修空压机的师傅也是给出的建议是要检测电压，输入电压，看是不是电压异常导致的电流过高。那是它的电流或电压异常吗？这个可以测一下，但是我还是认为是温度过高的原因。拿出我的测量仪表，这个前表可以测电机的瞬间的变化电流，也就是浪涌电流，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吗？17安，电流并不高，但是电流是变化的，因为空压机要加压，一加压电流就会高。现在正常运行，我认为这个电流是正常的，但是要想捕捉它的故障电流，那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。看，电流在涨了，在升了，电机的转速高了，它的空压机在加压。怀疑电压异常，但是我用望远表测量的输入电压3项之间都是一样的，很平衡。380伏现在是很正常，也很稳。但是我认为不是电压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晚上干活不停机，冬天干活不停机，只是最近天热了干活才停机。所以我感觉还是和变频器本身有关系，散热不好，太热了它也会跳，它也会保护。客户拿来了干风气枪，准备把变频器吹一吹。这后边从下边有放，这水线上了啊。那气枪是干的吗？这个干的，我们有个干的。干的，不是干水。用气枪吹完以后，这个出风口这个风比原来大了很多，它下面的进风口应该是被灰尘堵死了，可以看一下，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吹完以后是这样的，你看还有没吹到的，
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进风口被灰尘堵死了，造成了散热不好。散热不好，高温就会造成变频器自我保护。比原来大很多了，大太多了。原来是光热乎的，对，光热乎，风力大，它能顶手了，对，都开始顶手了。对。我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客户说空压机天凉快的时候没问题，晚上干活没问题，也就是最近天热的时候有问题，那就是散热的问题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它报的故障也不一样，横竖过电流和加速过电流，但是它没有报高温，所以让人误认为是电压的问题，电压瞬间过低或者是缺项等等，但是不是。所以我就想到了是变频器散热的问题，是散热不好造成的自我保护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孙二娘的包子铺今天让我来修电路。二娘的店刚开张，她的包子大又香，可二娘说她很受伤。你看，开灯灯又闪，还有蒸包的蒸笼都电手，一碰直接麻到胳膊肘，很明显它是带电的。更神奇的是，拉掉电闸断了电，电人的现象依然会出现，啥原因呢？他们自己也说修过了没修好，才让我过来把故障找一找。这个黑线是蒸笼的地线，地线带个感应电，地线应该接地线。为什么地线会带电？那很可能是接地没接好。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原因很好找，就是接地没接好。那就找一下它的地线，这个应该就是地线，插座的地线连在了配电箱外壳，不知道这个地线好不好。好不好，电笔一测就知晓，应该是0伏217。幸亏我没用手去碰，不然的话这个电也能要人命。真是不测不知道，一测吓一跳呀，地线带200多伏。他们说这是前一个师傅换的新电闸，又重新接的线，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没发现。来看一下地线为什么会带电，电笔测火线220，测地线，插座这个地方都带电。有这种现象，据我判断应该是0火线碰在了一起，也就是火线在线管里对地线漏电，断电，拆线，确定0火地3根线不带电，测漏电，火线对地线，很明显是漏电。再看，就是漏电。二娘说不是所有的电器都电手，所以我怀疑他后来改的插座连地线都没有。看一下这个电饭锅的插座，没地线，反而没地线的不电手。这些插座都是从下边接上来的。那这个插座地线有没有？看一下，这个插座有地线，但是它往后往上的插座都没有地线，也就是说以前改电的师傅地线都没给下，所以这个插座再往前到这个插座之间线路是有问题的，它中间还有一个插座，打开看一下。您看清了没有？火线和地线的线皮都化了，粘在了一起，铜线也碰在了一起，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。找到原因了，找着原因了。这就是线头虚接，电流一大开始虚接发热，直接把线皮给烫化了，发生了短路。这个只需要把线重新给它接一下就可以了。当时做电路的师傅是用的这种插头，这种快插，就是它受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，会容易虚接发热。这样我把电路再重新给它接一下，原来走这个明线没什么用，也给它撤掉，恢复原来的电路。为什么它原来它有漏电保护器，为什么没跳呢？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好的，是因为没有地线。它没有地线，它虽然是漏电的，但是它没有地线。地线它没对地形成回路，所以
虽然它是个地线，但是这个地线没接地，没和大地通，所以漏保也不会跳。这就是为什么地线一定要好。你看地线不好，它是带感应电的，这个电对地放不掉，它有时候也会电人，会麻手，所以得给它做地线。找一个接地体，在这正好有个水管，从地下上来的水管，铁的镀锌的，现在是废掉了。这个水管接地好不好，我一般是这样判断：两只表笔插插座，找出火线和地线，测量电压，然后一支表笔对铁管来测量铁管对火线的电压，应该是220伏，看，可以220伏，它应该和零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。然后拔出红表笔，测量零线对铁管的电压，在1伏左右。哎呀，很好，这个1伏左右很好。这样这个铁管就可以做接地体，连上一个接地线就好。把这一块打磨出来，固定了一个螺丝钉，这一头接进了插座的接地线，然后把配电箱里的接地线、增箱的接地线接在一起，在这个地方再测量一下火线和地线、火线和零线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。看一下火线和地线表针摆动的位置，电压220伏。再看一下火线和零线，也是这个位置，很好，这个接地很好。档位打小，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的电压，电压在1伏左右，1伏之内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地线是好的。接地好，漏电保护才更好。再看一下它这个锅，这个接地接的好不好，打开也是为了安全给它看一眼接着接地，但是接的不是太好，你看一下线头就碰在上边了，没有扭在一起，所以说这个很无语啊，这个得重新给它接一下。像这种接地好了以后，它的零线也是不带电的，接地不好零线也会带电，这些外壳也会带电，也会电人，现在都好。电路正常了，但是这个灯还是闪，但是测量灯线的灵活电压很正常，很稳。电压正常，灯闪，那是灯坏了吗？拿出我的小法宝，一个安规电容，把这个电容并在灵活线上，看能不能好。开灯，不闪了，如果再闪就直接换灯吧。这样他们店里所有的电器都测一遍，看外壳带不带电。如果带电，那有可能就地线不好。桌面都不带电，原来都偶尔都电手。好了，这样我也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